被赶出白宫后，泽连斯基马不停蹄去英国花园去了。在那里，他得到了27亿欧元的贷款，不是赠款哦。据说会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来偿还这笔贷款。泽连斯基在白宫所受的待遇，在欧洲犹如晴天霹雳。欧洲这边官方的立场是站在乌克兰一边，德国政府表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一些政客表示，欧洲必须设法更独立于美国，同时要大规模扩充军备。他们说，至少接下来4年，美国是靠不住的盟友。但对此，我们应该表示怀疑。至少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做不到真正独立的，就像日本还有南朝鲜也做不到一样。这次泽连斯基在白宫被训斥，对欧洲造成的心理阴影是无限大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电视1台的评论文章，这大概能反映出目前德国政府的态度。因为德国电视1台是准国家媒体，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在那里发表评论文章的。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之间的争执，白宫精心策划的羞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遭到伏击，这应该成为欧洲的一个教训。毕竟美国领导层并不回避黑社会的手段。最迟现在，乌克兰实际上是整个世界都知道他在与白宫里的谁打交道了，因此欧洲应该密切关注。因为昨天发生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身上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位欧洲国家领导人身上。泽连斯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副总统万斯之间的对峙，并不是一场突然失控的新闻发布会，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羞辱，是乌克兰总统情绪激动的他陷入的一场埋伏。因为首先是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像训斥小学生一样训斥泽连斯基，这样的事情不会临时发生，至少不会发生在万斯身上。丑闻影响整个欧洲，现在泽连斯基不得不忍受人们对他的行为是否明智的质疑，他将不得不扪心自问，整个华盛顿之行是否明智。但批评泽连斯基忽略了问题的核心，因为白宫的丑闻既具有灾难性又具有启发性，它不仅影响到乌克兰，也影响到整个欧洲。有一件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领导层甚至会用黑社会的手段恶战盟友。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抛弃你。依赖关系和权力平衡正被特朗普系统而粗暴地利用，同理心和价值观不起任何作用。特朗普对乌克兰或欧洲都不感兴趣。欧洲必须正视现实，欧洲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采取相应行动，否则就是玩忽职守。特朗普当选总统可能会给乌克兰带来灾难性后果，乌克兰必须预料到美国将不再提供任何援助，没有资金，没有武器，没有人道主义援助，没有情报信息。但欧洲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力量不平衡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在军事上就无法与俄罗斯军队抗衡，没有美国的情报信息，欧洲几乎束手无策。特朗普不在乎欧洲的命运，这种情况必须通过重大投资和心态转变来改变，在此之前必须争取时间。因此我们需要争取特朗普的好感，抚慰他的自尊心，他的自尊心比价值观或国际法更能引导他。欧洲绝不能重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覆辙。普京对自己的目标即摧毁乌克兰同样公开而明朗。特朗普不在乎欧洲的命运，现在我们总算知道了。唯一的问题是，欧洲还剩下多少时间？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现在必须利用每1分钟来投资于自身的安全和独立，否则欧洲将屈服于中国、俄罗斯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德国知识点评，朋友们，你们看，中国经常躺着也中枪啊！欧洲与中国八竿子打不着，但欧洲人就是做贼心虚或者以己夺人。不过从另一面推理，在欧洲人心目中，中国确实强大了，人家已经不敢小瞧中国了。好，各位，刚才是官方的德国电视1台的评论文章，它的官网没有评论功能，但是在 X 平台上会发表重要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德语区网友的评论，估计这些评论是最能代表德国人的，因为这是 X 平台上的网友评论，
各类人都有，左派、右派、中间派等等等等。好，我们看第一条评论。对特朗普来说，民调支持率比外交政策更重要，羞辱各国，以殖民统治者自居。他太老了，全世界都在抵制美国，美国正在付出代价，而其他国家则正取代美国曾经拥有的地位。到我们独立的时候了。下一则，泽连斯基的举止很不要脸。继续往下，美国能承受多少傲慢的尴尬？再往下，事实上，我不确定特朗普和万斯是否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有传言说，与乌克兰的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然后泽连斯基试图在媒体面前摆平特朗普，而我们都知道，这个自大狂无法忍受这一点。下一则，满怀自鸣得意地出现在白宫，当事情出错时，他才感到惊讶。任何认为乌克兰仍有胜算的人都与现实严重脱节。这个俄罗斯仇敌的狂妄自大意味着我们很快将独自面对一场大战。继续往下，看过整个采访过程的人都清楚，挑衅来自泽连斯基，他的傲慢、无礼和不尊重人，导致发生了那样的事，只能怪他自己。再往下，你们知道我最期待什么吗？如果莫茨不最终振作起来，他就会像泽连斯基一样，在访问华盛顿时被特朗普羞辱。下一则，特朗普想要的只是泽连斯基投降和他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否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记者和媒体在场？泽连斯基不会被这个疯狂的自大狂打倒。再往下，泽连斯基遭到伏击，今天没有比这更疯狂的了。交易条款很清楚，他要做的就是签字，但是他没有，他仍然想凭借安全保障出风头。下一则，这是特朗普的一场秀。如果真的是谈判，通常都是闭门进行，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一场廉价的抹黑戏。继续往下，我不需要德国公共媒体的任何评论文，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泽连斯基是多么厚颜无耻和不敬。再往下，任何想要立即辨别万事万物中的善与恶的人，都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新闻应该扩大视角，而不是把十字准线对准任何分裂者。普京发动了攻击，犯下了战争罪行，美国一直对此予以谴责，甚至连万斯也不例外。德国知识点评，这个人说要扩大视角，但立即说是普京发动了攻击，犯下了战争罪行，这不是自打脸吗？这也是我最不能容忍西方式非黑即白的观点。就像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难道法院不要先去弄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吗？同样，人家俄罗斯为何要打乌克兰？没有前面的因，哪有后面的果？前面的因就是北约不断东扩，至少东扩了5次，而且西方怂恿乌克兰去加入北约。如果抹去前面的因，那就是耍流氓。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们的无耻的断章取义，就是这种无视前因后果，才导致了乌克兰的悲剧。而且这个悲剧会由于西方的愚蠢波及到他们自己，可能造成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后果。不能完全排除俄罗斯一气之下往欧洲某国扔导弹的可能性。好，下一则，欧洲这个拗口的词出现了好多次，不是欧洲，是欧盟，因为俄罗斯也是欧洲的一部分。继续往下，难道泽连斯基就不能至少表现出一次尊重吗？这种羞辱是有原因的，是时候有人来说到这点了。再往下，泽连斯基的出场毫无外交风度，粗鲁、苛刻、傲慢。我暂且不谈他像个流浪汉一样出现在国事访问的场合，谁在我家里表现得如此，5分钟后就会被赶出去。敬佩特朗普和万斯，他们很有耐心。现在我们看德国中间偏右媒体《世界报》的网友对这件事的评论。第一条评论，早就该对泽连斯基直言不讳了。
下一则，真是可笑的虚伪大惊小怪。特朗普说出了大多数人的想法，谁愿意继续把钱倒进这个不断下沉的无底洞？据估计，其中一半将沦为腐败的牺牲品。停火是目前唯一能帮助乌克兰的办法，否则乌克兰将失去更多领土给俄罗斯。继续往下，我观看了原版的辩论，我的结论是，特朗普像个冷酷的商人一样争辩，而泽连斯基则满怀仇恨地喋喋不休。在特朗普几次试图将讨论提升到商业层面后，泽连斯基以指责和教训美国应该怎么做作为回应，特朗普随即爆发了。我可以理解。再往下，泽连斯基如此胡说八道，也许是因为他缺乏英语知识。每个人都可以从视频中看到局势是如何升级，以及由谁升级的。面对泽连斯基的毫无技巧，特朗普的反击也在他这个自恋狂的预料之中。迄今为止，泽连斯基在欧洲为所欲为，甚至炸毁外国天然气管道，但他仍然受到爱戴和奉承。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下一则，人们非但没有对泽连斯基的恶劣行径和极端立场感到不满，反而嘲笑他被完全合理的请出白宫。下一则，这个世界上，泽连斯基和梅尔尼克对他人不尊重，在德国行得通，但在美国却行不通，把他请出白宫绝对合理。继续往下，特朗普说的句句在理。泽连斯基的蛮横行为导致所有左派绿党政府领导人送出数十亿欧元的礼物，并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是时候有人结束这种病态的垃圾行为了。下一则，我不知道欧盟政客支持乌克兰却反对特朗普是否明智。对欧洲来说，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更为重要，但在道义上，欧盟是领先的。最后，我们看看德国中间偏左的媒体《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宁愿认为，这位未开化的美国总统只是打算以乌克兰为代价，在世界面前作为一个交易缔造者而备受赞誉，而他无限天真地忽视了这一计划行不通，也忽视了它将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位总统给全世界蒙上了一层愚蠢的阴影，从而鼓励他的同行展现他们的狭隘思想。下一则，当我们欧洲人出现在菜单时，就该变成不可食用的有毒的东西。继续往下，我希望所有的欧洲人现在都已从他的白日梦中慢慢醒来，并意识到我们对特朗普已经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任何还在拼命试图通过某种协议来购买美国保护的人，都是什么都不明白的人。从现在起，欧洲必须为自己和自己的安全负责。再往下，安全保证，乌克兰没必要请求。作为核裁军的交换条件，俄罗斯和美国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普京破坏了这一交易，特朗普也一样。任何与此类交易者打交道的人都要付出代价。再往下，一家瑞士报纸这样写道：习惯于以牺牲和平为代价，让自己在和平国家中过得舒舒服服的人……瑞士的新苏黎世报建议说，如果欧洲人真的希望乌克兰实现稳定的和平，那么他们很可能必须自己承担领导者的角色，而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保证。下一则，我们欧洲人是有着不同观点和目标的国家，欧洲并不存在，德国最好搞好与盟友美国的关系。继续往下，昨天的事情发生后，即使是共和党人也应该意识到特朗普和万斯是拦不住的，必须在美国和世界发生重大灾难之前迅速采取行动。再往下，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已经可以预见，但许多欧洲人不愿承认这一点。你们终于意识到无法安抚特朗普了吗？立场明确，欧洲自己的军事防御，而且要非常非常迅速。此外，我们还要对系统重要领域的网络安全进行大规模投资。下一则，
我认为泽连斯基进行抗争是正确的，他被展示给大庭广众，他经常被指责不尊重。世界上其他人应该相信这一点，阴险但很容易看穿。任何重新解释和歪曲是白宫的新风格。说真话的人是愚蠢的人。下一则，我对欧洲政客的期望不高，但为什么记者们不设法击中特朗普的痛处呢？当他读到自己与普京不相上下，行为像个沙皇，让乌克兰和欧洲承受压力等等，那么他只会感到更加坚定。为什么我没有读到他是普京的傀儡，普京在蒙蔽他的眼睛，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普京的代理人，普京很强大，而他却很弱小？这些都不是谎言，至少欧洲媒体仍然是自由的。考虑到 CNN 和 MSNBC 最近的变化，美国媒体就更不用说了。继续往下，一个先有报道的细节，虽然美联社和路透社没有获得椭圆形办公室会议的采访许可，但谁在进行现场直播呢？俄罗斯的塔斯社。著名媒体人马多斯自鸣得意地评论说，塔斯社也不在获准采访名单上，没人知道他们是如何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人们就是这样在白宫四处游荡。最近几周，白宫和司法部都解除了一系列与俄罗斯有关的限制措施，这只能说明问题：特朗普叛变了。再往下，可能报道中有这句话：我们欧洲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菜单上。于是这位网友说，这完全又是北约的宣传，我们并不在菜单上，我们是被我们自己投票选上台的政客出卖的。美国正在进行180度大转弯，我们欧洲人也可以随时这样做。今后咱们从伊朗而不是从俄罗斯和美国获取石油，这完全不是问题。作为回报，我们出售核技术或潜艇给伊朗，美国人会喜欢吗？这就是所谓的交易。不，欧洲人自己也难辞其咎，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敌人、叛徒选入了最高职位，比如说冯德莱恩、莫茨等人。这些跨大西洋主义者只是美国人的特洛伊木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权力从内部摧毁欧洲。下一则，这位网友挺逗的，他说，让美国再次变小，这似乎成了新的座右铭。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的账单放在美国的桌子上，例如，因为我们参与了他们的阿富汗的战争。下一则，这条评论是关于中国的，比较长，我们来看看。他说，在我看来，这是场精心策划的挑衅。对于讲究礼仪和有修养的欧洲人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但却掩盖了美国政府压倒一切的实际目标。美国认为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在这场对抗中需要强大而且同样腐败的合作伙伴，而普京显然是最佳人选。此外，庞大的俄罗斯拥有比乌克兰更多的自然资源，就强权政治而言，单靠美国是无法长期遏制中国的。如果美国不能让乌克兰保持沉默，并将其作为破坏性因素加以消除，那么乌克兰仍将是俄美裙带关系发展的障碍。从美国政权的角度来看，泽连斯基必须下台，这样才能削弱乌克兰民众坚持斗争的动力。普京深知这一点，要他帮助美国来对抗中国，甚至是保持沉默，普京可以向特朗普提出很多要求。泽连斯基过去和现在都挡住了特朗普的路，而所有不参与甚至干涉美国针对日益壮大的巨人中国的人，都将任其自生自灭。欧洲必须在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而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太平洋和全球南部的部分国家一起，为民主和社会正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立场。这将是一场艰巨而昂贵的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将保证德国选择党获得更多支持。对于那些只关心芝麻蒜皮的事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下一则，泽连斯基做得完全正确，他别无选择，他不是奴隶，也不是甘愿被人利用的人，我们欧洲人也不是。特朗普妄自尊大，他想让我们屈服，但我们没有屈服，这一切都是预先计划好的。特朗普幻想美国是无所不能的，
但美国在过去的所有战争中都输了，简直令人尴尬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在美国，许多人的境况正在走下坡路，从公务员变成无家可归者，从交易者变成普京的帮凶，从痉挛性扭曲的舞蹈到希特勒敬礼。正如选举前宣布的那样，橙色人特朗普和他的副手表现的就像欺负小学生，太恶心了。好，各位朋友，大家看见了吗？德国左派比较圣母心泛滥，他们也是一群特别仇视普京及俄罗斯的人。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